不久前，台湾向立法院提交了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证实了称台湾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的隐身战机。根据相关报告显示，这种飞机的研发计划始于2019年，该计划参考了此前 IDS 潜艇的前建国造模式，由台湾中科院担任主合约商，汉翔公司为此次合约商。该机计划在2023年开始研发，预计超过上百亿新台币。首架原型机计划在2025年前公开亮相。最初，台湾希望基于 IDF 战斗机使用的 TFE-1042-70 发动机，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所需的高性能发动机，代号织女星计划。这一计划在2018年开始实施，并且获得了10亿新台币的拨款。对于开发新型发动机项目，另外，这种新型战机也将沿用永鹰高教机的航电设备。按照原计划，这种飞机将在2029年生产出首批9架原型机。但台湾声称，由于目前的局势，新型战机的开发进度必须加快，要求在2026年前生产6架原型机进行测试。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需求，台湾最终决定向美国采购 F414 发动机，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 战斗机的动力来源。台湾的所谓下一代战机究竟长什么样？现在台湾也没有公布明确消息。有些消息声称，这种飞机会采用双发射机，是一种中型战斗机，但以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这样的设计显然有些困难。单发轻型战斗机的方案或许更有可信度。作为台湾下一代主力战机的核心， F414 发动机的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F414 发动机是在 F404 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专门为超级大黄蜂的升级改造而设计。美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都使用这种发动机。此外，瑞典 JAS-39E 鹰狮、印度 LCA 光辉和尚未首飞的韩国 KF-21 猎鹰战斗机也都使用了这种发动机。由于在设计时要求能够和 F404 发动机通用， F414 发动机的尺寸和 F404 基本持平，很容易改装到超级大黄蜂和其他使用 F404 发动机的飞机上。而相对于较小的尺寸，也让 F414 发动机可以在中型机上采取双发射机。如果台湾想要开发一种单发机，那么可供参考的对象主要就是 JAS-39 和 LCA 两种飞机。两种飞机都使用 F414 发动机，都是单发轻型机，但都不具备隐身设计。后者的典型则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FK-21， 这些飞机都可能成为台湾的参考对象。而目前台湾正在开发的永鹰高级教练机，实际上也是基于 IDF 设计的，只是简化了 IDF 上的作战系统，主要用于训练飞行员，差不多就是 IDF 青春版。永鹰的机体结构和 IDF 依旧非常相似，动力系统也完全相同。这样的问题在使用2台 F414 的 KF-21 上也同样出现，迫使韩国设计团队使用半埋式挂架的设计，牺牲一部分隐身性能。在单发战机身上，这种缺乏空间的问题只会更加明显，即使是日本、韩国这些拥有一定航空工业实力的国家，都在隐身战机开发上遇到困难。瑞典的战斗机或者说萨博系列战斗机设计思想一直要求兼顾截击、侦察、对地攻击这3大性能，不过由于技术限制，直到萨博37系列才实现一型多能，即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多个用途的子型号。萨博37家族包括 AG 攻击型、SK 教练型、SF 侦察型、SH 海上察打型、JA 截击型。虽然能力全面，基本覆盖了空军战术飞机的实用领域，不过在整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复杂的子型号进一步降低了作战实力，恶化了后勤维护。随着萨博37的批量服役，瑞典空军也开始考虑后续机型的规划。进入70年代后期，情报显示苏联空军即将装备先进的第3代制空战斗机，于是新型战斗机的研制正式提上日程。瑞典空军准备用新型战斗机来替代萨博-35龙和萨博37雷2款战斗机，要求它具备以制空为主的多用途作战能力，以求在保持较小规模的前提下提高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因此将新型战斗机命名为 JAS-39 型战斗机。JAS-39 战斗机的主要目标是截击接近瑞典海岸的外国飞机，对敌地面部队进行战术侦察，承担对陆军的支援任务。北方施救的诞生。瑞典领土狭长，
且距离苏联边境仅有200公里，加上技术难度和成本的综合考虑， JAS-39 定位是低成本的单发轻型多用途战斗机，从设计之初就定下了小巧多能的核心理念。这既成就了 JAS-39， 也限制了其后续的发展。JAS-39 的气动布局有多个方案，当时研究了许多飞机构型，包括前掠翼加微型双垂尾布局、传统的中等展舷后掠翼布局以及各类压翼加三角翼布局。SAAB 公司为此还与许多其他航空公司进行了技术交流，其中包括英国航宇公司、MBB 公司和洛克维尔公司。经过反复测试和论证，最后决定使用两侧进气的近距耦合压式布局。压式布局几乎是后期3代机发展的经典气动布局，包括我国歼10在内的多型战斗机都采用了这种布局。JAS-39 为两侧进气、单垂尾中单翼单发压式布局，前圆后掠43度的压翼安装在进气道外侧上部，为了与主翼获得最佳的气动力耦合，压翼有一定角度的前倾。考虑到翼下挂载大型弹药的必要性，而采用了翼身融合的中单翼，主起落架呈 A 字形安装在机腹，不占用翼下空间。主机翼说是三角翼，其实为了布置翼间挂架，主翼被设计成了后掠45度的切尖三角翼。台风和阵风也是这样的设计，而我国的歼10正好相反，高大的单垂尾布置在机尾。设计定型的 JAS-39 战斗机公开征求命名，最后决定以 SAAB 公司的文章鹰狮为名，也意为狮鹫。首架 JAS-39 原型机 39.1 号机在1988年12月9号首飞，然而在1989年2月2号 39.1 号机进行第6次试飞着陆时发生事故，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突然偏离跑道，并发生水平急转弯，主起落架支柱折断，飞行员轻伤。事后分析，事故原因是由于飞控软件扬辅回路中存在设计缺陷，产生了人机耦合震荡。SAAB 公司及时对飞控软件进行了升级修补，但是同样的事故在1993年8月8号再次发生。生产型 39.102 号机在试飞中坠毁，飞行员弹射成功。两次飞行缺陷导致的事故曾经让鹰狮的试飞工作一度中断，直到在洛马公司的技术支持下才解决飞行缺陷。重新恢复试飞工作的 JAS-39 战斗机最终在1996年6月9号正式交付瑞典皇家空军服役。1997年9月，索特奈斯基地 F7 联队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瑞典皇家空军一共采购了141架 JAS-39 系列战斗机。作为单发轻型战斗机， JAS-39 采用一台 2M12 型低涵道比涡轮风扇加力发动机，这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和沃尔沃航空发动机公司在 F404-400 发动机的基础上联合研制生产的。与原型 F404-400 相比， 2M12 发动机改进了控制系统，使用了更先进的新材料和制造工艺，将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 10%， 步加力推力为 54.0 kN， 加力推力达到了 80.5 kN。 JAS-39 空战挂载下推重比达到了1以上。后续沃尔沃航发公司还对 2M12 发动机进行了升级，称为 2M12UP， 主要进行了换用全权限数字式发动机控制系统，改用火焰稳定器，对涡轮进行重新设计等工作。在成熟的中推发动机基础上发展动力，使得 SAAB 公司有效规避了现代战斗机研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这也是瑞典军工体系的特点，即利用外援来解决自身技术短板。作为一款一机多能的作战飞机， JAS-39 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能挂载的弹药种类可谓琳琅满目。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 JAS-39 可以携带美制 AGM-65AB 型小牛空地导弹、DWS-39 型防区外弹药散布器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小牛和宝石路这两种经典武器就不再赘述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 DWS-39 是一种惯性导航的无动力滑翔弹药散布器，其射程取决于载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散布器内有小型子弹药，配置模式有24枚反跑道炸弹、96枚集束炸弹、120枚反坦克地雷、504枚 SB44 型炸弹或1848枚 M42 GP 型炸弹。非制导武器包括 M50 航弹、
M60航弹和 ARAK70 型火箭弹。SAAB 公司研制的 GAS-39 鹰狮系列战斗机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紧凑小巧的机身上集成了复杂全面的航天系统，可以从高速公路上起飞，可以在简单维护条件下持续作战。开放式架构可以兼容大多数西方制式武器，虽然它限制原始设计升级空间较小，虽然成本一路飞涨，虽然卖出多国，却仍然产量低迷，但这些基本是欧洲战斗机的典型问题。GAS-39 系列是瑞典独立研制的最先进的一款战机，但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款。那么台湾研发的隐形机呢？会不会是下一个奇迹呢？台湾首屈一指的航空器制造商及国防承包商汉翔航空工业公司5月3日表示，台湾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与合作，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汉翔董事长胡开宏5月3日在台北开幕的美台国防产业合作论坛上致辞时说，国机国造是长远发展的计划。在永鹰新式高教机后，将由国造新式初级教练机接棒，同时也期望美方支持台湾自主开发下一代战机研发。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规划是以具逆踪推力大的双发动机战机，这2年访商以及合作的经验，目前已向美方提出采购美商通用电气的 F414涡轮扇发动机，这款输出动力22000磅、有后燃器的涡轮扇发动机，也是美 F-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发动机。韩国开发的 KF-X 下一代战机也是采用该款涡轮扇发动机。另外，因汉翔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合作，承制劳斯莱斯商务机发动机核心零组件，加上 IDS 原型建主机部分也是来自该公司设备，因此英国劳斯莱斯的发动机也在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的评选名单中。台湾空军现役的主力战机主要是从美国采购的 F-16 战机和从法国采购的幻影战机。汉翔公司30多年前自主研发生产的经国号战机也是台湾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机之一。台湾新一代战斗机的目标应该和韩国的 KF-21 类似，以4代机为基础，有变成5代机的潜力，但现阶段的目标是能达到4代半机的标准。韩国在研发了精英教练机之后，并没有研发完整4代机的经验，就开发了自己的 KF-21 所谓的4代半战斗机。而台湾在研发战斗机方面有着经国号的经验和制造水平应该比韩国要更好，在整机设计、风洞实验、蒙皮结构方面已经有着足够的经验，这些都不将是什么问题。但台湾战机最大的瓶颈就在于发动机，这也是经国号战斗机的瓶颈。当年经国号战斗机，美国不愿意出售军用发动机，最后台湾不得不和民用发动机产生合作，使用发动机推力较小，使得经国号战斗机作为一款轻型战机，不得不搭载2台发动机才能达到超音速。随着现代战斗机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尖端，一架飞机的研发过程也变得越来越长。从立项开始研发到生产原型机、试飞、进入量产，整个过程可能长达10年甚至更久。以美国的第5代战机 F-35 为例，它的首次试飞是在2006年12月，但 F-35B 首次服役却要在9年之后，2015年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现役。如此看来，台湾下一代飞机的发展计划还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检验。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抱有耐心，这是现代航空领域研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新一代战斗机的角色将是作为4代半战斗机，逐渐替代台湾机队中老化的幻象2000和经国号战斗机。目前，台湾空军中有50架左右的 F-5 战斗机，这些战机将在2024年退役，由从美国引进的 F-16B 战斗机替代。但是，台湾空军目前还有54架幻象2000和129架经国号战斗机。幻象2000因为是法国人的战斗机，在拉法叶弊案之后，台湾和法国关系急转直下，幻象2000性能提升的方案迟迟无法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其求人，不如求己。如果在未来10年内，台湾的自主战斗机逐渐服役，就可以完全替代逐渐老化的法国幻象2000战斗机。同时，80年代服役的经国号战斗机慢慢也需要淘汰。这样的话，台湾空军保持现有的编制不变，就有着190架的经国号和幻象2000需要替换。这190架飞机如果买不到 F-35
替换成台湾未来的下一代战机，将是非常不错的方案。190架飞机的产量也将给台湾的国防工业带来勃勃生机，可谓是一举两得。台湾的航空公司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冠绝亚洲，生产的经国号战机不仅是华人的骄傲，也是整个东亚地区首个研发的3代机。只是从1990年最后一架经国号战斗机停止生产之后，近30年来，台湾国防航空工业原地踏步，让人惋惜。最近几年以来，随着国机国造计划的推出，汉翔公司不仅推出了永鹰高教机，成立了 F-16位维护中心，更要在未来推出台湾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机，可以说是迎来了台湾航空工业的新时代。印度的光辉战斗机1980年代开始立项，到2005年才开始首飞，2015年才开始投入现役，到目前为止，总共生产了12架原型机，20多架量产机。其产量甚至不如台湾30年前生产的经国号战斗机。台湾航空工业其实并不差，有人才、有经验、有制造设备、有技术支持。由汉翔公司研发的新一代永鹰高教机已经于2020年成功首飞，这也是汉翔30多年前研发生产经国号战机之后新研发的第一款新型战机。汉翔公司目前也在美国的协助和支持下，对台湾现役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升级换代，使其达到 F-16B 型战机的水平。中科院现正进行新一代战机与发动机的研发设计任务，预计在2024年结案完成。相关人士透露，中科院规划新一代战机将采内建弹舱设计，强化战机逆踪效能，弹药携行量较现役战机增加，配备国产新型 AESA 雷达点主动式电战系统，但发动机部分仍有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他并透露，为强化新一代战机战力，以中科院的规划目标，新一代战机将以内建弹舱方式，配置增程型天剑2型飞弹点改良型天剑1型飞弹，并且可以是制海点对地攻击任务需求，配置空射型熊2反舰飞弹或是增程型万箭弹。中科院长张忠诚先前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新一代战机有2个研发案课正进行中，包括设计案及发动机制造案的进度都很正常，预计都在113年结案。前者攸关24项设计关键技术，后者的目前进度则超前。前国防部长点现任退辅会主委冯世宽上月则在荣民节大会上主动揭露，汉翔公司早在做国军10年军机整建计划，这项计划包括高级教练机、初级教练机与新一代战机。新一代战机已经过风洞试验，外形、结构都已设计好，但只剩下发动机及可变喷嘴等，不能进行垂直、短场起降。台湾空军司令部向台立法机构提出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表示，中山科学研究院自2019年起就开始自制下一代先进高性能战机关键技术研发计划，仍将与美方合作此案。据了解，相关计划将整合中型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航电与飞行控制系统，以打造台新型主力战机。台湾立法机构表示，考虑到台现有主力战机，包括 F-16 型机、幻影型机及 IDF 型机等战机，皆已服役多年，应积极筹建下一代主力战机。台空军司令部表示，空军通过台美军事交流会议，参考国际科技发展动向，并多元搜集下一代战机关键技术及先进武器获得的可能性，以提升空军下一代战机发展能量。台空军司令部说，台空军将持续强化台美军事交流及下一代战机发展，除可建立与美互动及合作外，并推动岛内各项新式武器研发工作。据了解，中山科学研究院目前针对新一代战机，正通过织女星计划研发中型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在谈论全球的武器装备时，每一款都有独特的风格。以陆地防空为例，台湾堪称行家；而在空军建设上，台湾则采用了自主研发与海外采购并重的模式，打造出一支兼具本土技术和国际先进装备的空中力量。回顾台湾空军的发展史， IDF 经国号战斗机和永鹰高教机是台湾自主研发的代表之作，但就预算分配来看，自研项目的投入远不及引进装备。然而，得益于这种平衡策略，台湾空军如今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强大空中力量之一。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台湾空军的发展历史，以及都有哪些杰出的成果。
2021年是台湾防空战略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首批升级为 F-16B 的战机正式服役，显著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同年，台湾空军首次派出4架 F-16A 战机从花莲基地直飞美国，期间美军提供了多次空中加油和导航支持。这次飞行不仅技术上极具挑战性，更因为战机隐去台湾空军标志，凸显了台美防务合作的紧密性。为了进一步增强战力，台湾空军启动了多个升级计划，其中共展计划对现有的141架 F-16AB 战机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至 F-16V Block 20水平。该项目由台湾汉翔公司主导，并获得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技术支持，显著提升了战机性能，包括配备先进的 NAPG-83 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此外，台湾还通过凤翔计划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 F-16V Block 70战机，预计于2026年完成交付与整编。两大计划完成后，台湾空军将拥有超过200架 F-16V 战机，这不仅显著增强了防空作战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台湾在亚太空中防务领域的领先地位。台湾空军目前的3种主力战机中 ，F-16V 无论在性能还是武器搭载能力上，都全面超越了 IDF 经国号和幻象2000。近年来，通过不断升级改造 ，F-16V 已成为非隐形战机中的翘楚，同时具备一定的隐形特性。这款战机以卓越的机动性著称，是专为空中对抗设计的强大战机。与早期的 F-16AB Block 20相比 ，F-16V 最大的亮点是航空电子系统的革命性升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配备了先进的 NAPG-83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这款雷达兼具空对空和空对地探测能力，在探测距离、分辨率和灵敏度上，甚至可以媲美 F-22 的 NAPG-77 和 F-35 的 NAPG-81 雷达。回顾早期版本，台湾 F-16 战机最初搭载的是 NAPG-66 雷达。这在1980年代曾是顶级配置。然而，随着超视距空战在现代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旧版雷达的性能已经难以满足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需求，因此升级至 APG-83 成为必然选择。相比旧版 F-16B 的探测距离提升了至少 30%， 可同时追踪20个目标，整体战场感知能力更是跃升了 220%。除了雷达升级， F-16V 还配备了全新的 MMC-7000AH 任务计算机，其运算速度是早期型号的2倍，存储能力则增加了10倍。考虑到 APG-83 雷达需要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任务计算机的改进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升级内容还包括座舱、显示系统和其他航电设备，使 F-16V 在航电能力上实现了全面突破。战机的武器挂载能力也得到了增强，新增挂架支持更多现代化武器和吊舱，使任务灵活性显著提升。在武器装备方面， F-16V 可以携带 M-9 短程导弹和 M-120C 中程导弹，具备执行空战、巡逻和紧急起飞等多样任务的能力。此外，它还可以发射空射型鱼叉反舰导弹，用于地面打击的各种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搭载侦察或电子战吊舱。这些能力是幻象2000和 IDF 无法匹敌的。台湾空军的采购预算中也提及为 F-16V 配备价值470亿新台币的远程精准弹药，包括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AGM-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 JSOW 以及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这些武器将进一步增强 F-16V 的反舰和反雷达打击能力。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135枚 AGM-84G 导弹。同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台湾提升导弹性能。通过这一系列升级， F-16V 无论在数量还是作战能力上都实现了显著跃升，为台湾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提供了强有力的空中防御保障。未来，随着 F-16V 的全面部署，台湾空军的战力将迈向更高的台阶。F-16V 战机还计划涂上一层隐形材料，以减少雷达截面积，从而增加敌机探测它的难度。然而，真正提升隐身性能的关键仍在于气动外形设计。由于 F-16V 并未对外形做出大幅修改，因此隐形涂料的作用虽有限，
但依然能提供一定的隐身优势。此外，为应对机体老化并延长服役时间 ，F-16V 将进行全面的机体升级，包括可能更换更高性能的发动机。随着航电系统升级带来战机重量的增加，更强推力的发动机对提升飞行性能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改进不仅显著提升了 F-16V 的作战能力，也使其服役寿命延长约20年。如果台湾空军未来装备多达300架 F-16V 战机，将使其成为全球4代战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对东亚及东南亚的空中力量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相比之下，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领域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目前，日本空自已经完全实现4代及以上战斗机的全面换装。今年，日本退役了最后3架 F-4EJ 鬼怪战斗机，并在岐阜基地举行了告别飞行，标志着这一经典战机的服役生涯正式结束。退役后，日本空自的现役战斗机阵容缩减为3种型号：自产的 F-2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5和 F-35。自1980年代起，日本从美国引进了180架单座型 F-15J 和40架双座型 F-15DJ， 目前仍有约200架 F-15在役。然而，当时美国对出口的 F-15J 施加了一些限制，剥夺了其地面和海上攻击能力，使其主要用于防空任务，难以执行主动打击行动。日本的 F-2 战斗机则是在 F-16 基础上开发的强化版本，美国参与了约40%的研发工作。尽管 F-2 有部分使用限制，但日本自主研发了包括 JAPG-2 火控雷达在内的多项先进航电设备，使其能够执行多种任务。搭载 M-9L 空导弹、GPS 制导炸弹以及 ASM 系列反舰导弹，用于制空、对地和反舰作战。至2011年停产时， F-2 战机共生产了98架，其中88架目前仍在服役。此外， F-35 隐形战斗机是日本空自另一主力机型，日本已采购了147架 F-35， 其中包括105架 F-35A 常规型和42架 F-35B 垂直起降型，后者将搭载于海上自卫队的出云级2栖攻击舰。目前，首批引进的42架 F-35A 正在交付中，已有约25架完成交付。虽然 F-15J 仍是空自的中坚力量，但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其机体老化问题日益显现，甚至发生了零部件在飞行中脱落的事故。这些问题也为日本战机的后续更新带来了挑战。面对300架 F-16V 战机的强大阵容，200架 F-15J 显然处于下风。特别是 F-16V 升级后配备了先进的 APG-83 AESA 有源相控阵雷达，其探测能力远胜于传统的脉冲多普勒雷达。APG-83 的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对空中目标的感知能力显著增强。再加上 F-16V 升级后的武器系统，在超视距作战中优势尤为明显。在300架 F-16V 对上200架 F-15J 的假想对决中， F-16V 的胜算显然更大。至于日本国产的 F-2 战斗机，尽管其设计基于 F-16， 并在某些领域进行了优化，但总体性能依然难以与升级后的 F-16V 媲美。首先，在航电系统方面， F-2 虽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先进雷达系统，例如 JAPG-2 雷达，但其探测距离和多目标追踪能力与 F-16V 装备的 APG-83、AESA 雷达相比还有一定差距。APG-83 雷达能够提供更广的扫描范围、更快的更新速率以及更高的抗干扰能力，使得 F-16V 在空对空作战中拥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在武器兼容性和种类方面， F-2 的选择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日本本土研发的 ASM 系列反舰导弹以及 M-9L 短程导弹等少量型号，而 F-16V 则通过升级拥有了更广泛的武器兼容性，不仅可以挂载 M-120 中程空导弹，还能够装备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AGM-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以及 AGM-88 反辐射导弹，能够胜任多种任务。再加上 F-16V 具备硬管空中加油能力，大幅延长了战机的制空时间和作战半径，其灵活性和续航能力更是进一步凸显。在低空作战能力方面， F-16V 也表现出色。
凭借其对地模式强大的雷达功能和复杂地形下的地形跟踪飞控系统 ，F-16V 能够在夜间条件下实现超低空飞行，这为地面目标的打击和战术突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 F-2 在这些方面显得稍显不足，其整体设计更倾向于制空和反线任务，战术灵活性较为有限，因此被认为是 F-16 的一种轻量化版本。至于日本的 F-35A 隐形战斗机，它在隐身性能、战场感知能力和多任务能力上展现了第5代战机的领先优势。然而，升级后的 F-16V 通过搭载先进的 AESA 雷达和增强的武器挂载能力，在雷达性能上已经与 F-35A 的 APG-81 雷达不相上下。此外， F-16V 在功能扩展性上依旧具有强劲表现，例如灵活的挂载点设置和兼容多种先进弹药，使其能够在战场上胜任更广泛的任务。特别是考虑到数量因素，日本计划装备约150架 F-35 战机，而台湾空军的目标是部署300架 F-16V 战机。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将对战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尽管 F-35 在隐身性能和技术先进性上拥有绝对优势，但 F-16V 凭借其高性价比和成熟的战术应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实现空军规模的扩展。在模拟对抗中， F-16V 的大规模部署可能通过数量压制来弥补单机性能上的不足，尤其是在需要进行持续空中巡逻或多方向攻击的情况下，其优势更加明显。即便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完成全4代机换装，面对300架全面升级的 F-16V 战机，依然难以形成明显的压制力。现代战争虽然并不仅仅依赖于战机的性能对比，但空中力量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空战的胜负手。F-16V 的大规模部署无疑为台湾提供了坚实的空中力量保障，同时也对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现代战争的胜负并非仅取决于空中力量的简单对比，但300架 F-16V 的强劲阵容无疑将在任何战场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你怎么看 F-16V 的战力表现？它在面对其他4代战机时能有多少胜算？同时，你认为 F-16V 升级的极限在哪里？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